你相信名字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吗？你有听说某某一人去改名，让命理师赞叹说，他将一扫过去阴霾，改了此名，思想会改变，渐渐让个性变温良谦恭，能得贵人相助，遇事逢凶化吉，财运也会顺。改名不是一种迷信，而是一种觉悟。改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更加清净，迎向光明的未来。今天让我们听一个故事，让你理解改名的真意。最后，我们将分享一些改名的重要知识，并提到一些需要注意的禁忌。现在，让我们开始吧。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位虔诚的佛陀的追随者，名叫明悟。他对佛陀的教义充满热情，却总是感到内心的矛盾。明悟的名字象征他的智慧，然而他的内在却充满了困惑和矛盾。他对佛法的理解停留在纯粹的知识层面，而未能将其实践在生活中。一天，他前来见佛陀，表达了他的疑惑和不安。佛陀温和地对他说，明悟，你的名字意味智慧，但你的内心却充满了困惑。你的名字和你的现实状况不相符。明悟感到困惑，他问佛陀，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让我的名字和内在相契合？佛陀微笑回应，明悟，你可以选择一个更贴近你心灵实际状态的名字，这将有助于你更好地理解佛法并融入生活。明悟心领神会，决定改名为清澄，这个名字代表他内心的澄净和明亮。他相信，这个新名字将成为他修行的动力和指引。从那一刻起，清澄全身心地投入佛法修行中。他学会了将佛法的教义实践到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面对生活的矛盾和挑战时。他变得更有智慧，更充满爱心，并能够帮助他人走上正确的道路。然而，这个故事并非没有困难。一天，当清澄正在修行深山中时，他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名叫琴音。他对她展露媚态，试图引诱她。清澄的心犹豫不定，他曾经陷入过类似的诱惑，但这一次他的内在修行使他更坚定。他拒绝了琴音，并告诉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以达到更高的精神目标。琴音感到受挫，她的外表突然变得古老而丑陋。她对清澄说，看，你的一个眼神就让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你还不负责任吗？清澄惊讶不已，但他明白这是一个试炼，一个来自妖精的诱惑，试图妨碍他的修行。他坚持自己的戒律，不让外界的诱惑扰乱他的内心。然后他回到佛陀的身边，向佛陀报告了这次遇到的试炼。佛陀微笑对他说，清澄，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他提醒我们，改名不仅仅是改变外在，更是改变内在的过程。你已经证明了你的内在力量和智慧，不让外界的诱惑摆布你。继续你的修行，保持心清澄，不要被外在世界所干扰。清澄深受佛陀的教导启发，他誓言要更加努力的修行，并不让佛陀失望。他成为佛陀的忠实弟子，将佛陀的教法传播给众生。他以说法的智慧和善巧而闻名，帮助许多人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名字可以是一个象征，代表我们的内在状态。改名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外在的标签，更是为了内在的觉醒和转化。
我们应该谨慎选择名字，让它们能够反映我们的内在价值观和目标。同时，我们应该不断修行，保持内心的清澄，不受外界诱惑所困扰，以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这是佛陀的智慧教导，提醒我们要保持内心的清澄，不受外界诱惑所动摇。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了名字的意义，以及改名的目的应该是内在觉醒和转化，而不仅仅是符合外在的期望。他教导我们要坚持修行，保持内心的清澄，不受外界的诱惑所扰乱。这个故事也强调了佛陀的智慧教导，让我们不仅关注外在的名称，还要关注内在的实践和转化。只有通过内在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这个故事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发。名字的意义，故事强调了名字的重要性。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标签，它可以代表我们的内在状态和价值观。我们应该谨慎选择名字，让它们能够反映我们的内在特质和目标。改名的目的，改名不仅仅是为了适应外界，更是为了内在的觉醒和转化。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改名的目的，并确保它有助于我们的内在成长和修行。内在的清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不断修行，保持内心的清澄，不受外界诱惑所困扰。这是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的关键。智慧教导，佛陀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不仅关注外在的名称，还要关注内在的实践和转化。只有通过内在的工作，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总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名字的力量和重要性，以及改名的目的应该是内在的觉醒和转化。它强调了坚持修行和保持内心清澄的价值，以实现内在的平静和幸福。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名字是一种法，也是一种业，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前世因果，也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今生果报。因此，改名是一种修行，要有正确的动机和方法，才能得到好的果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名字是一种自我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自尊、自信、自我效能等。因此，名字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名字是一种文化符号，也是一种社会标签，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出身、地位、信仰等。因此，名字会影响别人对一个人的印象，进而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机会。综上所述，名字可以影响命运，但不是决定命运的唯一因素。一个人的命运还取决于他的天赋、努力、环境、机遇等。名字只是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或阻碍一个人的发展，但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和行动来创造自己的命运。最后，让我们来分享改名的重要知识以及禁忌，这样你就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话题。改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名字不仅是一个符号，也是一个因缘。佛教认为，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无常无我。名字也是一种法，它可以影响我们的身心和命运，也可以反映我们的性格和修行。因此，改名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有正确的动机和方法，才能得到好的果报。改名的原则是要符合个人的命格、五行、八字、生肖等，以达到平衡和谐的效果。改名不是随意的，要根据个人的出生时间、
地点、性别等因素，选择适合的字，不能盲目的跟风或者随心所欲。改名也要考虑个人的喜好、性格、志向等，选择能够反映个人特质和理想的字，不能违背个人的本性或者过于奢华。改名的动机应该是为了修正自己的缺点，增长自己的功德，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财富、地位等外在的东西。佛教教导我们，贪欲是苦的根源，只有断除贪欲，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改名也是一种修行，要以清净的心去做，才能得到清净的果。改名的时机应该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有重大的转变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而不是随意的、频繁的或者没有必要的时候。佛教认为一切法都是无常的，生活中会有各种变化和挑战。改名可以帮助我们适应变化，克服困难，开启新的局面，但也要注意不要过于执着，要随缘而行，不要随心而动。改名是要选择吉日良辰，以避免不利的影响。改名是一件大事，要谨慎而为，不能随意的在任何一天改名。改名的时机要根据个人的命格、五行、八字、生肖等，选择与之相合的日子，以增加改名的效果。改名的时机也要考虑个人的生活环境、工作状况、家庭关系等，选择适合的时段，以减少改名的困扰。改名的方式是要正式而隆重，以表达对自己的尊重和重视。改名不是一件小事，要正式而行，不能随便的在网上或者口头上改名。改名的方式要根据个人的信仰、文化、习俗等，选择合适的形式，以体现改名的意义。改名的方式也要考虑个人的社会关系、法律规定、公共秩序等，选择合理的方法，以避免改名的麻烦。改名的后果是要负责而坚持，以体现对自己的信心和决心。改名是一件重要的决定，要承担而行，不能轻易的后悔或者改回。改名的后果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心理状态、生活变化等适应和调整，以发挥改名的作用。改名的后果也要考虑个人的亲友、同事、社会等，解释和沟通，以获得改名的支持和认同。改名的效果应该是以自己的实际表现为准，而不是以别人的评价为凭。佛教教导我们要以自己的智慧和慈悲为依归，要以自己的行为和心态为标准，要以自己的因果为证据。改名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的过程，要靠自己的努力和修持，要看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要感自己的喜乐和安乐。改名不是一件神奇的事，要实事求是而行，不能期待改名就能一切如意或者解决所有的问题。改名的效果要根据个人的努力、机缘、因果等实践和验证，以体现改名的价值。改名的效果也要考虑个人的信心、感恩、善行等持续和增长，以体现改名的功德。总而言之，改名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实则蕴含住深远的意义和重要性。名字不仅仅是一种身份标签，更是内在自我的反应。这种改变名字的举动，在佛教故事中得到了生动的阐释，带来深刻的启示。改名是一种深具意义的举动，它超越了表面的名称，是一次对内在自我的反思和转变。在佛教故事中，这种改变成为一场内心的冒险，一场觉悟的旅程。因此，我们应该谨慎选择名字，让它们真实地反映我们的内在特质和价值观，
并将改名视为实现内在平静和幸福的一种方式。愿您在内心感到平和，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成长。